萧成与纳斯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，不过正好断了晋王的非分之想。而且他心里并没有反感，倒是有点小期待。他也搞不懂怎么回事，难道自己已经爱上他了？摸着自己发烫的脸，魏玲珑心情复杂，就这么让人给拿下，太丢人了。正在他浮想联翩之际，钱嬷嬷小跑着进来，焦急地喊：小姐，您快去看看夫人吧。母亲怎么了？魏玲珑霍地站起来，夫人去了趟竹香院，回来就哭，老奴怎么问也不说，这不，请您过去看看。魏玲珑急忙迈步出了梧桐院，朝锦绣院而去。锦绣院里，王氏越想越难过，自己倾注了10几年的心血，没想到把人养成了这样。母亲，女儿啊，母亲错了，母亲对不起你啊。说罢，搂着魏玲珑，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魏玲珑抚着王氏的背，等他情绪稍显稳定一些。母亲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能告诉玲珑吗？玲珑，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怨我，我也自责。可是母亲的初衷是好的。有一天来了一个老道，说只有把你送得远远的，你才会身体康健，诸事顺遂，不然熬不过3岁。我吓坏了，思来想去，宁可信其有，只能把你送回祖宅，想着你祖母定会疼你爱你。天下哪有母亲不疼孩子的呀？我天天在煎熬中度过，后来你舅舅把冰燕送了过来，我就把她当成你来抚养。可万没想到，终究不是自己生的，养出了仇。如今她不顾礼义廉耻跟晋王私通，还非要嫁给晋王做妾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母亲，玲珑没有怨您，以前的事莫要再提。如今咱们一家团聚，玲珑看出父亲、母亲还有2位哥哥都真心待我，咱和和睦睦的多好啊。表姐的事，母亲也不要伤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您还是让人知会一声舅舅和舅母，毕竟他们是表姐的爹娘。好吧，等你大哥大婚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会来京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随后母女2人又聊了会儿，2人手拉着手，横亘在2人心中的隔膜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不见。门外钱嬷嬷偷偷擦了把眼泪，这么多年只有她知道夫人心里有多内疚。现在好了，小姐回来了，2人也打开了心结。王氏心绪难平，就忍不住跑去了春晖堂，进屋就给老夫人跪下。老夫人不明所以，十分惊愕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，谢谢您这么多年替儿媳照顾玲珑，还把她教养得知书达理，儿媳惭愧，以后儿媳一定好好赡养您，好好弥补玲珑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玲珑本就是咱侯府的掌上明珠，教养她是老婆子的本分，你无需挂怀。母亲，过去儿媳疏忽了对玲珑的陪伴，总想着有您在，必不会委屈了她，却忘了为人母的责任，儿媳心里愧疚。老夫人十分慈爱。你为了侯府操持多年，里里外外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过去的事啊，就不要自责了，来日方长，你们母女多的是时间清静。太子此次出巡遇到诸多阻碍，朕就是要看看究竟谁会跳出来。皇帝眼含威严，又轻叹一声，无比担忧。朕还是担心太子的安危。皇兄不必忧心，臣弟已经派了人跟在他身侧，地方上也知会了驻军，随时听候差遣。太子总要经历一些风雨才会成熟。这个弟弟啊，就是能让自己安心。自从楚王16岁上战场，这么多年南征北战，安邦定国，从未有过私心。虽说性子冷了一些，也情有可原。朕有你这个弟弟，真是少操不少心呢。臣弟为皇兄分忧是应该的，太子是国之根本，不容有任何闪失。殿下，皇上正在跟楚王殿下议事，容奴才通禀一声。给我滚开！
本王要见父皇，你敢阻拦？哎呦！太监的痛呼声响起，砰的一声，御书房殿门大开，靖王黑着脸闯进来。大胆！你的规矩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敢硬闯御书房！靖王扑通跪倒。父皇，您为何给皇叔和魏玲珑赐婚？哦，你说说，朕为何不能给他二人赐婚呢？儿臣想娶魏玲珑，儿臣都已经上门提亲了，被您的圣旨打断。萧长宇换了个坐姿，好像一切跟他无关。哼，不自量力，想跟我抢媳妇儿，门都没有。皇帝看了一眼萧长宇，这才明白为何萧长宇急匆匆跑来请旨赐婚，原来是知道靖王去提亲了。这小子鬼精鬼精的，儿啊，你没那个命，圣旨已下，朕不可能再收回。魏玲珑虽然不错，并不见得适合你。朕听你母妃念叨，户部尚书家的嫡女孙悦温婉娴静，才情过人，堪为佳配。一会儿朕就下旨给你们赐婚。父皇，魏玲珑儿臣也要。皇帝都愣了，这么贪心的吗？胃口真不小啊！你去提亲，人家答应你了吗？靖王脸色微僵，想起刚才在侯府魏玲珑干脆的拒绝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今日念在你年轻气盛，本王不予追究。若是出了这道门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本王必不轻饶。以后见了面，他便是你的皇婶，让本王知道你有丝毫不敬，小心你的狗腿。皇帝扶额，也就只有楚王敢如此辱骂皇子。父皇，您就眼看着皇叔这么威胁儿臣吗？皇帝有什么办法？萧长宇的脾气他最为了解，说到做到。再说了，靖王大言不惭，魏玲珑和孙悦都想要，谁给他的勇气？好了，你皇叔是长辈，训斥你几句也是应当的。只怪你和魏玲珑无缘，晚了一步。天下好女子多的是，看中哪家千金，跟父皇说，父皇给你做主。哼，父皇每次都向着皇叔，到底谁才是他的儿子？手里有兵权了不起吗？哼，等我的羽翼丰满，必会一起清算。而且这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得不到的，宁可毁了他。没事了，你们退下吧。二人行礼退出去。此时马瑞也宣旨回来了，皇帝叹息一声：魏玲珑当真那么好吗？陛下，楚王殿下眼光毒辣，不然怎么会铁树开花呢？也是，萧成宇25岁，王府连个通房的都没有，一度让我以为这个弟弟不近女色，如今竟与侄子争抢一个女子。罢了，难得他对一个女子如此上心，就随了他的心意吧。何贵妃已经得到消息，知道靖王去御书房闹了一通，不禁捏了一把冷汗，敢去指责皇帝，好大的胆子！他气得来回踱着步，恨不得就扇靖王2耳光。我这么些年在这深宫里小心算计，步步为营，生怕一朝行差踏错，就是因为深知伴君如伴虎。靖王太鲁莽了，就为了一个魏玲珑，与楚王起冲突有什么好处？嬷嬷，老奴在。你偷偷去靖王府，告诉他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为区区一个魏玲珑，不要坏了大事。吴嬷嬷领命而去，可没过多久，吴嬷嬷面带焦急地回来。娘娘，娘娘，快说，发生了何事？娘娘，老奴去靖王府时，正遇到一个姑娘在王府门口哭哭啼啼，说生是王爷的人，死是王爷的鬼。哎呦，逗得一群人围观，老奴赶紧把她拉到僻静处，才知她是永定侯夫人的娘家侄女，说自己跟王爷有了夫妻之实。这个不让人省心的。平素靖王纳了谁，他很少过问，在他看来，妾是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，只要后院平静，随便他去折腾。现如今竟闹到大街上，多年积攒的好名声岂不平白毁了？若是传到皇帝耳中，还会委以重任吗？你怎么处理的？老奴先把他安抚了一番，说去找王爷证实一下，如果属实再回来禀告娘娘，有娘娘替他做主，他才回去了。哼，好算计。王爷怎么说？王爷承认了。娘娘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他
他想进晋王府，让他进便是。晋王府不在乎多一个妾，明日本宫便求了皇上，下旨赐婚。哼，永定侯府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，把从小养大的侄女纳为妾也不错。看看究竟是谁脸上无光。翌日，皇帝果然下了2道圣旨，一道送往户部尚书府，一道送往永定侯府。圣旨到。永定侯府众人皆不知所以，独独王冰燕暗喜。看来那个嬷嬷没有骗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为王室之圣，兹内助以宜家。今闻王氏冰燕生于南江县，长于永定侯府，幼承庭训，常善德容，端庄贤淑，秀外慧中。晋王为朕至亲，德才兼备，王府之内须添贤良，以佐内政。朕特降恩旨，册封王氏冰燕为晋王贵妾，望其入府后恪守妇道，敬事尊长，勤勉侍奉，钦此。王氏如遭雷击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王冰燕简直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贵妾不是侧妃吗？公公，您再看看，是不是念错了？求您再看看呀！哎呦，王小姐，咱家眼睛好得很，怎么会念错呢？您呀，赶紧接旨吧，咱家还要回去复命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王爷答应要封我做侧妃的，那个嬷嬷说贵妃娘娘会为我做主，怎么会是贵妾？王冰燕歇斯底里的吼：让你做王爷的贵妾，已经是看在侯爷的面子，还想做侧妃，是不是还没睡醒呢？说完，把圣旨塞到了王冰燕手中，昂着头甩袖离开侯府。老夫人摇摇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让人扶着回了春晖堂。魏青山父子3人眼中全是失望和愤慨。表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王冰燕只是一味的哭。冰燕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？我没想到你自甘堕落至此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姑母，这全都是拜你们所赐，在你们心里何时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？自他回府，你们全都围着他转，我算什么？姑母，你是不是想找个人随便把我给嫁出去？我偏不，我宁可做晋王的贵妾，也不要被你们随意摆布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王冰燕脸上，王氏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太让我伤心了。王冰燕缓缓转过头，把凌乱的发丝掖在耳后。这一巴掌就当我还清了这些年在王府受的恩惠。一直缄默的魏玲珑上前一步，她面带微笑，眼底没有半分温度。表姐，你说还清了就还清了，乌鸦还知反哺，这10几年的恩情，在表姐眼里竟一文不值吗？本来借着侯府的事，母亲会为你寻一个有前途的好儿郎，他日也会飞黄腾达，而你自甘清贱，怨得了谁？都怪你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因为我姓魏呀，我回的是自己家。怎么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侯府大小姐了？看来是母亲把你养得太好了，都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记住了，你姓王，你叫王冰燕。圣旨都下了，多受无益，他自己选择的，跟侯府无关。说罢，他拂袖而去。冰燕，姑母把你养这么大，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也不指望你的回报。你走的时候，我会给你置办些嫁妆。你踏进晋王府起，你的一切便与侯府无关。以后你再没有我这个姑母。王氏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语气遗憾。表姐，我们本可以好好相处，没有人把你当成外人，是你自己心思不纯，自私自利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。望着魏玲珑的背影，王冰燕的眼神变得阴鸷。别得意，走着瞧。入夜，楚王府书房，影一、影二还有王府管家萧山垂手而立，等候着萧成宇的吩咐。萧成宇垂眸仔细翻看着清单，边拿笔勾勾画画。
良久，他放下毛笔，把清单递给管家。明天按照本王选的整理出来，列个册子。5月初5，本王亲自送到侯府。是。萧山接过来，粗略观看，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老天爷啊，王爷这手笔不是一般的大。王府的库房里全是王爷这些年的战利品和皇帝的赏赐，还有王府的生意所得，说是奇珍异宝、金山银山都不为过。就算单拎出一匹绸缎，都够普通百姓全家吃喝数年。好家伙，王爷用笔圈的这些，怕是要将库房搬去大半。王爷，聘礼您想准备多少台呀？108台。萧山和影一、影二互相对视一眼，吸了口凉气。当年皇帝娶皇后也就是108台，这怕是逾矩了。王爷，这无妨，你尽管去准备就好。是，王爷。明天你去军营，选216名个子一般高的精壮兵士，外挂列早不要。大后天随本王前往侯府。影二忙俯首领命，影一左右看看，见没自己什么事儿，急了。王爷，属下呢？明天你随本王去猎艳。好嘞，王爷。转眼到了下聘的日子，这天是5月节，正赶上休沐，侯府的门房飞也似的跑进正厅。侯爷，侯爷，楚王殿下来下聘了。魏青山夫妻和魏明泽正在商量大婚的事儿，听罢立刻带人去大门口相迎。看到魏青山和世子魏明泽出来，萧长宇率先下马，毕恭毕敬行了一礼。程宇见过侯爷，世子。父子二人皆怔了一瞬，忙侧身避过。这里有点不敢受。下官见过楚王殿下。后面随着前来的老王爷靖王萧仲基、老驸马冯良佑，还有礼部尚书关仁杰，见此情景，哈哈大笑。魏侯爷，恭喜恭喜呀！没想到咱们居然成了姻亲，好啊好啊！同喜同喜，快快，诸位里面请。这时，侯府外也聚集了成群的百姓，挤满了整条街。大家何曾见过如此盛大的下聘场面？皆伸长脖子，翘首观望。聘礼足足有108台。哎呀，108台呀，这是！但见216名小厮身着统一的黑色劲装，个个精神抖擞，英武强悍。一台台聘礼不一会儿便塞满了宽敞的庭院。楚王府管家萧山手捧礼单走到了院子中央，高声宣读：黄金10台，白银20台，东珠5台。每念一句，门外百姓便发出了一声惊呼。什么金银玉器、名人字画、珍珠香料、首饰布匹，还有夜明珠、珊瑚树，田产地契应有尽有。就连魏青山、王氏和魏明泽都惊呆了，一家3口面面相觑。楚王殿下亲自猎得活雁2只，送与王妃娘娘。魏小姐真是好福气啊！这楚王殿下太有诚意了。魏明泽瞥了一眼萧长宇，哼，算他识相，能娶到自己妹妹，算是便宜他了。虽然心有不情愿将妹妹嫁给他，但还是不得不承认，萧长宇诚意十足。魏青山也十分满意，看来楚王甚是看重自己女儿，哼，算他眼光好。这时闻讯过来的魏明阳看着一地的箱子，瞪大双眼：哎，妹夫，你怕不是把整个楚王府都搬空了吧？魏青山和魏明泽吓得变了脸色，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谁叫妹夫呢？自古君臣有别，再说了，这个煞神的肩膀你也敢拍，真是活腻歪了。无妨，饿不着令妹。那就好，我妹妹嫁过去可不能受委屈啊。那是自然，整个楚王府都是他的，他说了算。所有人都惊掉下巴，仿佛听了什么不该听的。楚王殿下莫不是换了个人？王氏欣慰的眼角湿润，原以为楚王是个不好相遇的，今日看来竟非常平易近人。影一和影二不可置信看着自家主子，王府怕是要变天了，
这不妥妥的妻奴吗？连带着岳家人都宠上了。梧桐院，小丫头们早就按耐不住，前院后院跑了几个来回。小姐，您是没看到楚王殿下带来的聘礼放满了整个院子。是啊，整箱整箱的金银呢，还有好多奴婢见都没见过的东西。瞧瞧给你们高兴的，还不赶紧去把库房收拾出来，过会儿聘礼指定是要抬进梧桐院里来。明霜，你领他们去，多收拾出几间房。是，小姐。想想自己这就要跟他捆绑在一起，有些恍神。小姐，表小姐来了。魏玲珑已经看到王冰燕身后跟着丫鬟彩霞缓缓走进了梧桐院。她来做什么？表姐怎么有空来我这梧桐院？真是蓬荜生辉。表妹，她面容憔悴，身形单薄，颇有几分病西子的神韵，看得出这几天过得很不好。表姐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去院中候着吧，我与表妹说说话。是。屋内没有旁人，表姐有事请讲吧。王冰燕稍显局促，还有些心不在焉。听说楚王殿下前来下聘，恭喜表妹了。表妹，你骂得对，以前是我太自私，愧对姑母对我的养育之恩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。明天我就要去晋王府了，来跟表妹告个别。此一去为人妾室，恐怕再见一面都难，请表妹替我多多照顾姑母，欠姑母的我下辈子再还。表姐这些话应该去对母亲讲，你对不起的是母亲。我不敢再去见姑母了，我伤了她的心，无颜见她。王冰燕的话，魏玲珑一个字都不信。一个人怎么会转变得这么快？他就是为了来说这个。以自己这些天对王冰燕的了解，怕是没那么简单。他究竟意欲何为？母亲素来心软，不会真的与表姐计较。表姐离府前，还是亲自去见见母亲吧。那好吧。两人各怀心事，聊天陷入冷场。好在过了不久，外面热闹起来。小姐，楚王殿下的聘礼送过来了。魏玲珑起身，王冰燕遂跟着站起来。表妹，那我就不耽误你先回去了。那就不送表姐了。王冰燕移步院中，见一箱箱聘礼抬进来，堆满了整个梧桐院。她捏紧帕子，死死咬住嘴唇。这时萧成宇大步跨入院中，众人纷纷见礼。王冰燕俯身行礼后，带着彩霞匆匆离去。魏玲珑忙过来，微微一扶。王爷。见我不必行礼。王爷怎么亲自来了？他这展颜一笑，宛如院中绽放的梧桐花，瞬间点亮整个庭院。阳光洒在他脸上，与梧桐树淡紫色的花瓣交相呼应。龙儿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拢回去。强盗。说着，他轻轻移步到梧桐树下。这花虽美，却无百日之盛。说这花美丽不在，王爷还会喜欢吗？萧长宇轻轻揽住魏玲珑的肩，声音温柔且坚定。龙儿，我对你的喜欢，从来不是因为你的容颜，我对你的情谊就如这梧桐树的根，只会越扎越深，不会减少半分。他抬眼望着萧成宇，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。好吧，玲珑愿意用一辈子做赌注，相信王爷一次。无论未来如何，玲珑愿与王爷携手，不负时光，不负彼此。萧长宇没想到魏玲珑会说出这番话，一时心跳如鼓。小丫头终于接受了自己，双向奔赴的感觉令她激动的手心出汗，于千军万马中厮杀都能面不改色，此刻在魏玲珑面前却肉眼可见的慌乱。王爷有失态的时候。龙儿，我们这个月就完婚可好？不好，要等大哥把兰姐姐娶进门，我们才能完婚。萧长宇只得无奈的点点头。煎熬啊！他恨不得将她揣入袖中，随时随地带在自己身边。翌日，天色将明未明，晋王府派来了一顶朴素的小轿，2个轿夫，还有1个嬷嬷，2个丫鬟候在侯府侧门前。晋王迎娶正妃定在了腊月，王冰燕这个侍妾也就只能是一顶小轿抬回去便是。王氏虽然气恼，
却也无济于事。毕竟王冰燕在侯府生活了10几年，王氏做不到无动于衷。再加上通知王冰燕的父母，来回需要半个多月，赶不上出嫁的日子。最终王氏还是让人准备了嫁衣和一份嫁妆。为了侯府的体面，虽比不上侯府嫡女出嫁的排场，嫁妆也足有36台，比普通官员家嫁女儿都多出不少。王冰燕身穿粉色罗衣，头戴精致的点翠镶嵌宝石的凤簪，坐在梳妆台前。小姐，时辰到了。王冰燕知道，这一走便再无退路。她咬咬牙，挺直脊梁出了竹香院。到了侯府门口，魏玲珑扶着王氏等在那儿。燕儿。王冰燕停住脚步，盈盈一拜。姑母，燕儿不孝，让姑母失望了，还望姑母保重。燕儿，往后自己要万事小心。王冰燕头也不回，走出了侯府。路是表姐自己选的，母亲不必自责。咱们回去吧。轿中，王冰燕强忍眼泪，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。她眼神逐渐变得狠厉。魏玲珑，不要得意得太早。魏玲珑安抚好王氏，给老夫人请过安，便回了梧桐院。她信步走到梧桐树下，扶着秋千架，头顶上一簇簇摇曳的梧桐花，让整个院子都笼罩在淡淡的花香里。想起昨天和萧成宇的对话，魏玲珑心中有丝丝甜蜜。她顺势坐在秋千上，双手握住绳子，脚一蹬，秋千轻轻荡起来。小姐，怎么了？魏玲珑摊开手掌，手心冒出了一滴血珠。这是什么东西扎的？不用大惊小怪，就是扎了一下，没事儿。话还没说完，魏玲珑便呕吐起来。2个丫鬟慌忙给她前心后背的轻拍顺气。魏玲珑面色惨白，虚弱的摆手，刚想说话，只觉身子一软，人慢慢向后仰去。林霜眼疾手快，一把拖住魏玲珑。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小姐出事了，快去请府医。绿洲跑过来，见此情景，拔腿就去请府医。其他的下人慌忙去通知王氏等人。魏玲珑靠在林霜怀里，意识渐渐模糊，眼皮似有千斤之重。她气若游丝，嘴里含糊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然后整个人便陷入昏迷。小姐，你不要吓唬奴婢们！霎时，整个侯府便乱了起来。因为魏青山和魏明泽上早朝去了，家中男丁只有魏明阳在。魏明阳得到消息，头一个赶到梧桐院，见自家妹妹双眼紧闭，嘴唇青紫。魏明阳一把抱起魏玲珑，将她抱进房中，轻轻放在床榻上。府医怎么还没来？刚好府医气喘吁吁背着药箱跑进来，他身后王氏和老夫人也都到了。2人一见魏玲珑昏迷不醒，齐齐哭了起来。哎，你快过来看看！府医跌跌撞撞上前，右手搭上了魏玲珑的手腕，又翻看她的眼皮，神色变得凝重。小姐这症状好像是中毒。我的儿啊！可能姐。属小的医术浅薄，看不出所中何毒，小的只能先用银针压制一下，再开一个药方稳住毒性。那就快救治吧。府医急忙抽出银针，找了几个穴位刺下，又让人用甘草、黄连和绿豆熬汤。老夫人又派人赶紧通知魏青山和魏明泽，让他们求皇上派御医前来。管家魏刚亲自骑马去报信。到了宫门口，正好赶上散朝，萧成宇带着影一影二率先出来。萧成宇一眼看到魏刚，见他像肉锅上的蚂蚁，搓着手来回踱着步。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王爷，不好了，小姐中毒昏迷过去了。萧成宇大惊，心脏狂跳，怎么会？不容多想，你回府带楚神医去侯府，要快。此时魏青山和魏明泽也到了宫门口。哎呀，侯爷世子，小姐中毒了，老夫人让您赶紧去请御医回去。
二人顿时慌了手脚。我已经让人带楚神医过去了。父子俩这才稍稍稳住心神，三人快马加鞭奔回侯府。梧桐院中站满了下人，屋内老夫人和王氏坐在床边，四目垂泪。魏明阳焦急地挠着脑袋，唉声叹气。魏青山、魏明泽和萧成宇疾步进入屋中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春兰和凌霜哭着跪地请罪。都是奴婢们大意，小姐在荡秋千的时候，不知道被什么刺到了掌心，就昏迷不醒了。你去查看一下秋千有什么异常。这时影衣背着一人施展轻功而至。此人年约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颇有些谪仙气质。他就是闻名世上的神医楚问天。此时的神医正狼狈的大口喘着粗气，气愤地瞪着影衣。你是真不知道尊老爱幼啊！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让你给跌散架了！哎呦，祖宗哎，您快去看看王妃吧，回去小的给您跪着。劳烦楚先生快些。哎呦，这萧成宇这臭小子都称呼我为先生了。楚问天自然懂得轻重缓急，赶紧走到床前。楚问天屏气凝神，专心切脉。府医诊的没错，王妃确实是中毒了。王爷，颖儿在门口轻轻唤了一声，萧成宇急忙迈步出了房间，魏明泽也跟了出去。王爷，世子。颖儿用棉帕捏着一个吉梨，这是在秋千架上找到的，被嵌进麻绳里，上面还沾着血渍。萧成宇接过来，扭头拿去给楚问天。先生，您看这吉梨可有毒？萧成宇把帕子递过去，楚问天小心拿过吉梨。这吉梨被人淬了幻梦散，方才老夫诊脉的时候，魏小姐正是中的此毒。让我知道是谁害玲珑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管家，集合府里所有下人到前厅问话。魏刚领命，魏明泽大步朝前厅而去。萧成宇阴沉着脸，目露寒光。是谁要害他？可恶！他绝不容许魏玲珑有任何闪失，他一定不会有事。神医，求您救救玲珑吧！哎，各位放心，老夫定当全力救治。这幻梦散呢，是一种稀奇的植物的叶片提取的，名唤紫寻，会让人陷入昏迷，慢慢至油尽灯枯。但此毒并非无解，要解此毒需要一味特殊的药材，并且极其的难寻呐，只怕……那您会说哪里能够找到啊？就算是上刀山下淮海，我也要寻过来。此药名为雪灵草，通体莹白，长在北地白山的冰渊谷底。那冰渊终年被白雪覆盖，寒气蚀骨，寻常人不能近前。还有那传闻中雪灵草周围都有猛兽守护，极难找到，而且必须要在10天之内赶回来，不然……没事，我不怕，我一定要找到雪灵草，把妹妹给救醒。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去。此行艰险，没有内功护体，恐难得到雪灵草。事关龙儿生死，不能意气用事。真是没用。我走后，还请您时刻注意他的情况，务必等到我回来。你尽管放心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瓶暖阳丹，你且带上，它可以助你抵御严寒。此刻魏青山对萧成宇的印象大为改观，连带着看他都顺眼不少。堂堂楚王殿下，天之骄子，能为自己的女儿去以身犯险，他心里感激不尽。老臣多谢殿下，还请殿下多多保重。不管怎样，都要以自身安危为重。侯爷请放心，10日内我必返回。他走到床前，深深看了一眼毫无生气的魏玲珑，心里慌到极点。龙儿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带着影一影二转身离开。
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小姐中了毒，谁干的？是自己出来承认，还是等我查出来？一众下人大气不敢喘，小心翼翼垂着头。没人站出来，那好吧，咱们一个一个来讲，昨天都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？有谁可以证明？从你开始。世子，小的昨天一天都在后厨，厨房的人都可以作证。魏明泽坐在太师椅上，面无表情，听着下人们挨个陈情。最后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明，似乎都没有嫌疑。昨天凡是进过梧桐院的人留下，其他人都回去做事吧。众人散去，只留下了几个梧桐院的低等丫鬟和小厮。世子，昨天经过梧桐院的人可不少，光是楚王殿下的手下抬聘礼的就有200多人。那他们可有接近过秋千？没有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进院子井然有序，放下箱子转身就走。还有别人吗？昨天奴婢们都忙着清点聘礼，实在是没注意太多。这时红蕊低声回禀：世子，昨天表小姐也去了梧桐院。哦，你可看到什么？奴婢当时帮着整理东西，偶尔抬头看见彩霞姐姐在梧桐树下候着表小姐。你可看到她做了什么？奴婢没看到她做什么，只是见她在树下徘徊，不久表小姐出来就一同走了。后来小姐和王爷还在石桌旁坐了一会儿。魏明泽大脑快速转动。冰燕心里很恨玲珑夺了她的宠爱，平时很少来往，她为何要去梧桐院，还让贴身丫鬟在树下等她？他猛地起身，随我去竹香院。王冰燕出嫁只带走了彩霞和一个嬷嬷，其他的下人王氏又派了新的活儿。竹香院里冷冷清清，魏明泽抬脚进了王冰燕住的屋子，如今已是人去屋空。给我仔细搜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。随后他又让管家魏刚把以前在竹香院伺候的下人招回来。这些下人奇怪，刚才世子已经问过话了，怎么又把他们唤来？世子没有发现。我且问你们，这几天表小姐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？几人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是在外面伺候的，平时王冰燕贴身的只有彩霞。魏明泽换了个方式问：那表小姐这些天都干了什么？自从圣旨赐婚，表小姐就一直待在竹香院，奴婢有一事觉得奇怪，表小姐出嫁的时候带走了一盆花。哦，什么样的花？奴婢也不识得，平时表小姐都是亲自照料的。其实奴婢也没有见过她开花，只是知道叶子是紫色的。那你可知道它是从何而来的？奴婢记得好像是半年前，小姐从外面带回来的，开始是放在外面养的，后来不知怎的就上心起来，抱到了房里养着，还不让其他人靠近。魏明泽若有所思，王冰燕的反常行为，他几乎可以断定有问题。然而王冰燕已经进了晋王府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就奈何不了他。无奈之下，他遣散众仆人，回到梧桐院，又得知萧长宇已前往白山寻药。魏明泽狠狠捶了一下头，自己这个亲兄长还不如楚王，连个下毒之人都查不出来。老夫人看着儿孙们为了玲珑心焦伤怀，这里有神医在，大家就不要都守着了，玲珑就有劳神医费心了。老身让人把最好的偏房收拾出来，供神医休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王妃可是王爷的眼珠子，老夫岂敢懈怠？老夫相信王爷定能够排除万难，寻来这雪灵草的。萧成宇带着影一和影二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在4天后赶到了北地白山的南麓。虽然时至夏季，这里仍然白雪皑皑，山顶处阴云笼罩，寒风裹挟着雪花在耳边呼啸。据楚问天所言，雪灵草可能长在北侧峭壁之下，那他们就要先从南侧攀上山顶，再下到崖底寻找。萧成宇从怀里掏出暖阳丹，递给影一影二每人1粒。
三人服下，安置好马匹。萧成宇拢了拢披风，大踏步朝山顶走去，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，三人深一脚浅一脚，快要虚脱之时，终于到达山顶。悬崖如刀削斧砍，上面覆盖着晶莹的寒冰，光滑如镜。影一和影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主子，为防意外，你俩在上面看好绳索，本王自己下去。影一影二扑通跪在雪地上。主子，属下陪您去。本王的话都不听了。属下不敢，可是下面凶险，我们不能让主子独自去冒险。本王再说一遍，你们留在上面。不行，属下这次不能听您的，你不要和我争，你一定要开好绳索，这很重要。影二无奈，只得点头。萧成宇知道影一执拗，看了影二一眼，默许了，在崖顶找了2棵结实的松树，将绳索固定好，然后抛了下去。萧成宇和影一带上特制的鹿皮护手，身形一跃，抓住绳索往崖底滑去，瞬间消失在了风雪之中。主子，影一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呐！知道了。两人小心的下滑，好在两人身手敏捷，没用太久就接触到了谷底。这里是一片银白的世界，目之所及，没有一丝生机。往前面找找。两人继续艰难前行，边走边仔细搜寻。两人也不知道雪灵草究竟长什么样，只能通过楚天问的描述来辨认。两人气喘吁吁到了一处背风洞穴前。主子，您快看，那是不是雪灵草？萧成宇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，一株晶莹剔透的小草摇晃着小小的身躯，在冰雪映衬下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是他吗？好像跟声音描述的差不多。龙儿有救了。他激动地往跟前奔去。就在他伸手的那一刹那，一声低沉的嘶吼从旁边的洞穴中传来。萧长宇和影一慌忙后撤，一只雪虎缓缓走了出来。它全身雪白，身长足有2米，四肢粗壮有力。此时它像一个王者，蓝色的树瞳死死盯住进入领地的入侵者。主子，您退后，交给属下。一起上，速战速决。在他抽出软剑的同时，雪虎后腿一蹬，闪电般扑上来。萧成宇闪身躲开了正面攻击，剑刺出去。影一从背后拔出长剑，加入战斗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影一的大腿被雪虎利爪抓伤。本王吸引他，你从侧面进攻。软剑朝着雪虎眼睛刺去。又斗了几个回合，影一找准时机，提气快速从侧面出击，剑插入了雪虎腹部。雪虎发出痛苦的吼叫，雪虎疯了般的挣扎，最终雪虎躺下了。他绝望地看了一眼洞穴，闭上眼睛。快写上药。属下没事，皮外伤。主子，你也受伤了。我爱。说罢，直奔雪灵草而去，用匕首挖下雪灵草，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盒子，轻轻地把雪灵草收起来，又在盒子里填满雪，重新揣进了怀里。丫头，一定要等我回去。走，咱们赶紧上去。洞穴里传来微弱的叫声，两人警觉地贴着崖壁上，探头向里面看去。主子，这是雪虎的幼崽。萧成宇快步进入洞穴，抱起了小雪虎，小小的，软软的。小虎纵着鼻子嗅着萧成宇身上的味道，有些不安。萧成宇轻抚了一下它细密的绒毛，很可爱，不如带回去给龙儿当个宠物，他一定喜欢。带上它吧，不能把它丢下等死。说完，再次撕下里衣，将小白虎裹在里面，背在背上。影一有些傻眼。唉，主子这里衣算是撕没了。主子啥时候这么心慈手软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哦！影一赶紧跟上脚步，影儿在上面等得焦急，不停地围着松树绕圈圈。看到绳索一动，他急忙拼命往上拽。看到主子和影一全虚全影的回来，影儿才放下心来。不过在看到小白虎时，他还是有些吃惊。这长大了还得了吗？拿到雪灵草，萧长宇一刻也不想耽搁，10天的期限不能超过。
三人以最快的速度下山，找到马匹后，又是日夜兼程往京城赶去。晋王府海棠院，晋王躺靠在贵妃榻上，王冰燕在他腿边斜倚着，温柔小意替他捏着腿。晋王微睁开眼，瞄了一眼王冰燕。听说了吗？你表妹中毒了。怎么会？哎呀，可惜了。本王原打算娶她进门的，可她非是不依。哼，本王那个皇叔以为求来圣旨就万事大吉，没想到啊。王冰燕的嘴角微不可察扬了扬，视线无意中扫到了角落里花架上的一盆紫草。晋王把王冰燕拽入怀中，捏住她的下颌。你不去看看？妾身嫁进王府，就是王爷的人。再说了，姑母已同妾身断绝来往，就不去讨那个人嫌了。晋王冷哼，一个翻身亲了上去。萧长宇去寻药的这些天，楚问天也没闲着，他每天坚持给魏玲珑施针，亲自给他熬药。春兰和凌霜每天在床前悉心照顾，给魏玲珑喂药擦身。魏玲珑的亲人们更是天天守在身边。魏青山和魏明泽已经8天没去上朝了，皇帝得知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，没想到我这个弟弟还是个痴情种啊。这天，乐安公主和方清兰结伴来侯府探望魏玲珑。梧桐院客室，乐安公主抬手免了众人的见礼。玲珑是本宫的好友，又是本宫未来的皇嫂，就免了这些虚礼。方清兰自订婚后初次见婆家人，有些不自在，她规矩的俯身行礼。清兰见过祖母，见过。方清兰尬住，要怎么称呼王氏呢？以前称呼伯母，如今有了婚约，该叫婆母还是母亲？王氏看出了她的心思，你就随玲珑唤我母亲吧。方清兰闹了个大红脸，偷偷看了魏明泽一眼，乖巧地喊了一声母亲。好孩子，你和公主殿下去陪玲珑说说话吧。拔步床上，魏玲珑紧闭双眼，面容憔悴，仔细观察才能看到胸口微微起伏。乐安公主不由哭出声音。玲珑，我还没唤你一声皇婶呢，你要坚持住，我相信皇叔一定能把解药带回来。玲珑，我和你大哥大婚之时，还等着你叫我一声大嫂呢，你可不能耍赖。他们二人对着魏玲珑，给他讲这些天的趣事，说自己的心里话，听得春兰和凌霜双双掩面偷泣。这些天，小姐不能进食，他们只能把食物捣碎，做成流食，掰开嘴，能灌进多少是多少。哎呀，侯爷夫人！魏刚跟头把似的跑进客室，差点让门槛儿给绊倒。何事？楚王殿下回来了。啊！快去迎接！魏明阳头一个窜出去，朝府门跑去。萧成宇顾不得衣衫不整，满身狼狈，下马就奔后院而来。王爷，找到雪灵草了吗？萧成宇点点头，脚步未停。魏明阳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捂脸大哭。萧成宇看到迎面一排人，个个眼含希望望着自己，他从怀里掏出盒子，小心打开。魏明泽猛地单膝跪地：王爷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永定侯府为王爷马首是瞻。哎呀，行了，先别整那没用的，快些把雪灵草给我。一把夺过雪灵草，转头就去配药。殿下一路辛苦，臣让人带您先去歇息一下吧。萧成宇摇摇头，大步向魏玲珑闺房走去。魏青山和王氏互看一眼。哎，就让他去吧。屋内，乐安公主和方清兰看萧成宇回来了，知道魏玲珑有救了，遂叫了丫鬟一起出去，只留下了萧成宇。萧成宇坐到床边，握住魏玲珑苍白的手，摸了摸她消瘦的小脸儿。龙儿，我回来了。对，我还给你带回来一样好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说罢解开包裹，把小白虎放到了枕头边。
小东西跟着萧成宇一路颠簸，风餐露宿，疲乏得很。他嗅了嗅魏玲珑，舔了舔他的脸，竟窝在了枕边睡着了。萧成宇看着这一大一小，再也坚持不住，歪在了一侧，也迷糊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好了，醒醒，让开点。萧成宇警觉地睁开眼睛，见楚问天端着一碗药瞪着自己，他身后还有一群人，都眼巴巴看着自己。他尴尬地连忙起身，药熬好了。喝下去，这毒就解了。给我吧，我来喂。王爷，还是奴婢来吧。不必。这药啊，只熬了这一碗，一滴也不能浪费。你们看着办吧。这可怎么好啊？玲珑她不会吞咽的呀。诺儿，我要喂你吃药了，你记得张嘴。说罢，端碗喝了一口，俯身渡到魏玲珑口中。屋内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是能看的吗？魏明泽和魏明阳都攥紧了拳头。这个不要脸的，这是明目张胆趁人之危。乐安公主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了一颗鸡蛋。皇叔太勇了，回去一定要讲给父皇母后听。老夫人笑了笑，摆摆手，把众人都赶了出去。萧成宇把药一滴不剩的喂进去，拿帕子替魏玲珑擦了擦唇。真乖。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等他醒来。魏玲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醒来嘴巴里苦苦的，他吧唧了一下嘴，只觉得更苦了，想要动一下，身子软绵绵的，没有丝毫力气。春兰，林霜，睁开眼，正对上了一张放大的脸，灰头土脸，脖子拉碴，只有眼睛似曾相识。萧成宇握住他的手，眼睛里荧光闪过。诺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王爷？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萧成宇这才摸摸脸颊，又上下打量了一番自己。好吧，样子确实挺狼狈。他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。我昏迷了8天。他才忆起自己在秋千架上昏了过去，他又一次救了自己。看着萧成宇，哪儿还是那个清贵高冷的王爷，他很是心疼。谢谢你，辛苦了。以后都不要跟我说谢谢，记住了吗？魏玲珑简直都要溺死在这眼神里了，他不由自主点了点头。忽然魏玲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枕边拱啊拱的，侧脸看去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团子瞪着一双圆溜溜的蓝眼睛看着自己。哪来的小猫啊？这是我巡药时捡到的，顺便带回来送给你的礼物。它不是猫，是白虎。白虎？这礼物真那么别具一格？谁好人送个老虎当礼物？幸亏我不是一般的闺阁女子，换个人得背过刺儿去。你可喜欢？喜欢。萧成宇满意的颔首，他就知道丫头一定会喜欢。那你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就叫喵喵吧。真把它当猫了？好听吗？萧成宇强压着嘴角。好听。门砰的打开，魏明阳扑进了屋里，摔了一个大马趴。屋外一群人纷纷扶额。龙儿醒了，诸位进来看看吧。哎呀，好。一群人得到王爷首肯，蜂拥而入。魏玲珑微笑着挨个喊了一遍，大家都红了眼眶。我的乖孙女儿，你要吓死祖母啊！王氏也不住地抹眼泪，让你们担心哦。醒来了就好，醒来了就好啊！多亏了楚神医和楚王殿下。正说着，楚问天进来了。来，诸位让一让，我来给王妃把把脉。众人呼啦一下闪开，楚问天仔细诊过脉，眼里露出笑意。这毒解了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楚神医，这些天辛苦您了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有用到我们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应该的，楚王殿下好不容易有了心仪之人，
可不敢让王府的女主人有事啊。众人会心一笑。楚问天接着又嘱咐一番，说魏玲珑毒刚解，身子还很虚弱，又给开了几副方子，让好生调理。随后告辞回了楚王府。萧长宇缓步走到床前，龙儿，你先好生歇着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魏玲珑轻轻点头。出了梧桐院，萧长宇面色严肃，侯爷，世子，可否书房一叙？魏青山伸手示意，王爷请。到了书房坐定，萧长宇开门见山，问起魏玲珑中毒之事可有眉目。没有进展，不过我怀疑是我那表妹所为，目前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随后魏明泽将那丫鬟所言复述一遍，又说了王冰燕跟侯府的矛盾。都说有生无养，断指可报；无生有养，无以为报。这就是侯府悉心教养10几年的人对侯府的回报。魏青山老脸一红，无言以对。王爷，我们也没有料到他自甘堕落啊。无需跟本王解释，你们对不起的是龙儿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心里可曾有愧？父子三人皆哑口无言。如今她是本王的王妃，以后她就由本王来守护，下毒之人会查出来的。说罢，他甩袖离开。这话似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扇得三人耳朵嗡嗡作响。骂得好！玲珑在永州的时候，我们未尽到家人的责任，玲珑回到府里又差点丧命，我们这是怎么做他的家人的？魏青山和魏明泽脸色难看至极，心里深深的愧疚。魏玲珑不知道萧长宇闹的这出，他喝了一碗王氏亲手熬的米粥，觉得胃里舒服了不少。他看着王氏眼中的红血丝，猜想这些天肯定没睡好，便哄着他和祖母回去休息。苗苗可能是饿了，他不断叫着，拱着魏玲珑的手。看喵喵的大小，也就是1个月的样子，应该还在吃奶的阶段。魏玲珑赶紧吩咐凌霜去拿些牛乳，又让春兰去准备一个小窝放在卧房地上。小姐，它可是野兽，养大了会不会咬人啊？瞧它多可爱，从小养到大，应该不会对咱们发威的。魏玲珑心里没底，这玩意儿她也没养过啊。先养着吧。她觉得有时候动物比人要懂得感恩的多。日子就这么鸡飞狗跳进入了6月。经过半个多月的调理，魏玲珑的身子已经大好，偶尔趁着没人时打上2趟拳，倍觉神清气爽。关于中毒的事，魏明泽也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魏玲珑。魏玲珑明白，没有人证物证，仅凭怀疑是无法给人定罪的。况且王冰燕已经是晋王府的人，想要抓到他的把柄很难。这件事只能从长计议，这笔账先记着。二哥，你能不能别在我眼前晃？啊，我的头好晕啊！这已经不知道说魏玲珑第多少次发出的抗议。哎呦，妹妹，你又赶我走。二哥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你不想出去看看？我不去，还是陪着妹妹最重要。哎，要不二哥给你变个戏法？我的个亲娘啊！魏玲珑抱着脑袋都飙出了方言。娘来了，我家宝贝女儿又想母亲了。王氏端着一盅补品，笑盈盈出现在了梧桐院门口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一众丫鬟嬷嬷想笑又不敢，只好转过头去，肩膀抖动。魏玲珑逗弄了一会儿喵喵，猛地想起在珍宝阁定制的玉佩应该好了。当初萧成宇说做好了给送到侯府，魏玲珑不想等，好久没有出过府，就当出去散散心。安置好喵喵，魏玲珑带着春兰和凌霜直奔珍宝阁。马车刚停下，掌柜的在里面就瞧见了，小跑着出来迎接。小的见过王妃。掌柜的，我还没嫁给你家王爷呢。掌柜满脸笑容。哎呀，皇上圣旨都下了，这板上钉钉的事，小的没叫错。两人说着话走进殿中。我订的玉佩可做好了？好了，早就做好了。
只是王爷说王妃的身子有恙，让小的先收着，别去打扰王妃。啊，拿过来吧。掌柜赶紧跑去库房，小心地捧来一个精致的檀木盒子，双手奉上。魏玲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一对成色极好的羊脂白玉玉佩，静静地躺在红丝绒底部上。不错，用料和手工都是上乘，我很喜欢。掌柜的，多少钱？哎，王爷吩咐下来了，不要钱的。开着门做生意，怎么能不要钱呢？说吧，多少？哎呦，王妃呀，您可别为难小的呀。王爷说不要钱，那就是不要钱。王爷还说了，整个珍宝阁的物件，您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不要就不要吧，再纠缠下去，倒显得矫情。那，多谢掌柜的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魏玲珑起身告辞。王妃您慢走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派人来吩咐。魏玲珑坐上马车，春兰一下一下给他打着扇。魏玲珑寻思着，反正都出来了，不如去龙香酒店看看，索性离得也不远。这次出事把韩慕云也吓坏了，听说没少往侯府送东西，家里人都旁敲侧击问过自己和韩慕云是什么关系，居让自己搪塞了过去。去冷香酒店。是。进了酒店，魏玲珑直接到了后院。韩慕云开门见是魏玲珑，差点没给他跪下。哎呦，我的个姑奶奶哟，你吓死我得了，如今我三魂只剩下俩了。我若去了，岂不是正合你意？这些产业全成你的。呸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可惜我为你担惊受怕一场。哼，我妥妥一个单身狗，要这么多身外之物干什么？哼，没想到楚王殿下对你是真爱呀，能为你赴险寻药，让我又相信了爱情。魏玲珑心里甜丝丝的，嘴上却调侃：要不要我把乐安公主介绍给你，让你也尝尝爱情的滋味？你快盼着点我好吧啊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哎，你这人，公主人挺好。韩慕云给他递过一杯冰镇的果汁，快喝一口，堵上你的嘴。魏玲珑知道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他的单身主意，也就不再多说。今年兵卖的如何？兵将出满了吗？这不是刚进盛夏吗？行情还不错，不过随着需求增加，消食用量不能保证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让你家王爷给弄些消食啊？在这个古代的大梁国，消食不易得，他只会被江湖术士用来炼丹或者入药，用消食治兵也就韩慕云他俩知道。至于用消食制作火药，关乎国运的事，万不能随意说出来。他还不知道我是龙香酒店的东家。切，楚王是什么人？你以为能瞒得过他？再说，等你做了楚王妃，你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呀，还是主动招了的好，或许他已经知道了。魏玲珑低头沉思，他也觉得有这个可能。其实他也明白，纸终归包不住火，以后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以萧成宇的智商，迟早会起疑心。又不是让你坦白你是穿越来的，你只说用消食治兵是从古书上看到的，不就结了吗？你赚的银子不也是他的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既然注定这辈子要跟他厮守一生，如果他是人间值的，我也不介意坦白一切。天儿将近晌午，魏玲珑离开了酒店，太阳越发的毒了，挂在头顶，烤得人蔫蔫的。路上行人稀少，路边的商贩都躲在背阴里发呆。马车缓缓行驶，经过一条僻静的胡同时，里面传来打斗声。魏玲珑撩开车帘望去，却意外瞧见了魏明阳的身影。他怀里抱着一个姑娘，左躲右闪，试图逃离。10来个蒙面人手持匕首把他围在中间。二哥，魏玲珑一个箭步窜出去，凌霜赶紧跟上。小姐，您小心点。魏玲珑风一样来到了近前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魏明阳后背中了一刀，缓缓躺了下去。拿命来！赤手空拳跟蒙面人搏斗起来，他身形奇快，出拳迅速，拳拳到肉。
林双也抽出软剑加入战斗，一时间蒙面人竟被伤了几人。见不能得手，撤！魏玲珑岂会任他们逃走？刚想要追上去，林双带着哭腔喊道：“小姐，快救二公子！”魏玲珑急忙奔回来，再看魏明阳双眼紧闭，和那姑娘歪躺在一起。这可怎么办？也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医馆。忽然，魏玲珑灵机一动，楚神医不是在楚王府吗？找谁也不如找他了。几个人连拖带扛，把魏明阳二人抬上马车。快，去楚王府！车夫猛抽一鞭子，马儿吃痛飞跑起来。此时楚王府门口有7、8个侍卫值守。魏玲珑没等马车停稳，便停下来，快步走上台阶。一个侍卫大声呵斥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魏玲珑一把扯下脖子上的玉佩，举到了侍卫眼前：“麻烦进去通禀一声，魏玲珑求见楚神医。”侍卫见到玉佩，大吃一惊：“这不是王爷的玉佩吗？魏玲珑！”其中一个小头目反应过来，这不是未来王妃的名字吗？赶紧恭敬行礼：“属下见过王妃娘娘。”其他几个也慌忙见礼：“我二哥受了伤，请楚神医救救他。”侍卫们马上有人跑去禀报。萧长宇听到消息，放下手中公务，大步过来。他一眼便看到魏玲珑裙摆上的血迹，顿时慌了手脚，一把抱起他就往后院跑，边跑边问：“龙儿，你伤哪了？先吃住。”他贴着腿大叫道：“快放我下来！哎呀，我没事儿，受伤的是我二哥。”啊！萧长宇这才放他下来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才放心。萧长宇这几天有些忙，太子出巡也有2个来月，途中遇到过很多问题，叔侄俩暗中一直书信来往。萧长宇要帮他调查处理很多事情，以致他这段时间没有经常去侯府。刚才他一阵后怕，这要是龙儿又出什么事，自己就不活了。这时楚问天也提着药箱跑了来。萧长宇吩咐人把魏明阳和那姑娘抬进偏殿。楚问天给2人检查了一番后：“这位姑娘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中了迷药，等她醒来就没事了。但是令兄嘛，就有些棘手了。他背后的刀伤长且深，即便是止住血，也怕伤口溃烂呢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快速给魏明阳清理伤口。在现代，由于工作需要，魏玲珑接受过医疗技术的强化培训。他知道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是对伤口进行缝合。情况紧急，魏玲珑顾不了那么多。“王爷，我需要1枚缝衣针，一些蚕丝线和1坛高度白酒。”萧长宇挥挥手，颖儿立刻去办。等楚问天把伤口清理完毕，颖儿也送来了魏玲珑要的东西。萧长宇不知道魏玲珑要这些干什么，他不说话，只是眼睛随着他而动。楚问天咬牙拿出了1瓶金疮药，他都舍不得给旁人，今天忍痛拿了出来。他刚想要往伤口上敷，魏玲珑拦住他：“楚先生且慢，我想先缝合一下伤口，完了再服药。”楚问天和萧成宇都懵了。楚问天怀疑自己听错了：“啊，你说什么？你会缝合术？”“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此类记载，今天情况紧急，我想拿来一用。”楚问天胡子翘起来，激动的手指抖。他行医数10年，人称神医，也从未见过缝合术。今天这小丫头说她要试一试，如果这法子真能有用，那病患有福了。龙儿身上还有多少秘密？如果缝合术有用，那前方将士将要少死多少人？魏玲珑被2人看得有些尴尬，他真不想要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可二哥的伤口如果不缝合，感染了更麻烦。古代又没有消炎药，上辈子他也只是在硅胶和猪蹄子上练习过，在人身上还是头一遭，他也很紧张的好吧。哎呀，那是太好了，王妃，没想到你还懂得缝合术，那您快来，老夫给你打下手。他缝合时，魏明阳醒过来，魏玲珑让楚问天给他用上麻沸散。
他挽起袖口，扎紧头发，净了手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在楚问天和萧成宇热切的注视下，开始了缝合。魏玲珑仔细回想了一下缝合要点，现在手头能用的只有蚕丝线，只能实行简单的单纯间断缝合，伤好后可能会留下疤痕。好在伤口在后背，二哥一个大男人也无所谓了。楚问天努力瞪大双眼，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。终于打完最后一个结，魏玲珑长舒一口气，感觉浑身发软，有些站立不稳。萧成宇赶紧把他扶到旁边坐下，递上一盏茶。魏玲珑将茶水一口气灌下。楚先生，现在您给他上药吧。哎呀，妙哉妙哉呀！老夫可真是长了见识了。感叹一番后，给伤口敷上药粉，又用细棉布包裹好。王妃，请受老夫一拜。这里魏玲珑可不敢受，一则他是神医，年纪比父亲还大，还救过自己的命；二则自己只是学过一些急救知识，又不是真的医者，当不起这一拜。万万不可，您可折煞我了。哎，这古语有言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今天老夫算是开了眼了。王妃呀，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您能不能把这缝合术细细讲解一遍？老夫想学。当然可以，就当我报您的救命之恩。萧成宇也动了心，他想的是将士们在冲锋陷阵时少些伤亡，每次打仗很多将士们都是伤口不能愈合，从而溃烂死亡。龙儿，你能不能也将这缝合术传授给军医？这个男人还真是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实则如此关爱下属。我还在书中看过心肺复苏术，还有一些止血、包扎和固定的方法，也一并传授给他们。楚问天和萧成宇听了十分兴奋。萧成宇其实心中挺疑惑，他从小到大看过典籍无数，还有很多是市面上没有的孤品，怎么就从未看到过缝合术和什么心肺复苏术的记载？小丫头就是个谜，会功夫却从不陷于人前，还有庞大的商业布局，还是不要问的好。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她会对自己敞开心扉。自己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爱她，相信她，保护她，让她不要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随后三人商定好，5天后在王府开一堂课。王爷，那个姑娘醒了。知道了。萧成宇和魏玲珑快步到了那屋，那姑娘已经坐起来，警惕地盯着门口。见有人进来，腾地站起身，做出防御姿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哪里？我怎会在此？魏玲珑这才仔细打量她。姑娘长得蛮漂亮，大概17、18岁，细长的眉毛下一双晶亮的眼睛，透着一股英气。姑娘，不用怕，这里是楚王府，我叫魏玲珑。这位是楚王殿下，我陆玉你和我二哥被人围攻，将你们救下。我二哥受伤，无奈带你们来找楚神医。民女见过楚王殿下，多谢魏小姐救命之恩。他怎么样？伤得很重吗？楚神医已经给他进行了治疗，现在没事了，不过人还没醒过来。那我能去看看他吗？你可否先回答我几个问题？坐下说吧。落座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为什么遭人追杀？姑娘娓娓道来。她说她叫楚南音，是云林楚家的大小姐，只因云岭县经常有少女失踪，她背着父亲循着蛛丝马迹进行调查。后来她以身作饵，终于成为拐卖对象。经过一路辗转，来到京城。她和几个女孩最终被卖到青楼，老鸨让她接客，在她饭食里下了迷药。为了自身安全，她不得不亮出身手，拼命逃了出来。然而迷药发作，她在昏迷前遇到了魏明阳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呼救，在看到魏明阳朝她跑过来时昏了过去。萧成宇心中了然，云林楚家是武学世家，在东南沿海颇负盛名，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你父亲可是叫楚鹤？王爷怎么知道？云岭楚家名头还是不小的，你查出了什么？民女查到他们会让人伪装成贵夫人，
以买婢女的幌子开出很高的月钱，诱使穷人家的女孩子上当，然后再卖到京城。那些女孩子的家人不报官吗？报官有什么用啊？丢失的大部分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，官府只会让他们等。萧长宇摩挲着扳指，云岭的知县好像是叫秦大同，景洪20年的举人。当初举荐他的是户部尚书孙仁，也算是户部尚书的学生。巧的是，这次太子出巡，在云岭县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还处处受到阻挠。这事你不用再查了，我让人接手，你把知道的说出来就行了。蜀南英看到趴在榻上还在昏迷的魏明阳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他回头看向魏玲珑，魏小姐，我能留下来照顾他吗？魏玲珑挑了挑眉，怎么觉得二哥好事将近呢？他赶紧痛快应下。魏明阳醒来时，天已经暗了，他趴在榻上袒露着上身，哎呦，后背钻心的疼。哎，你醒了，你别乱动啊！一个姑娘的声音响起，魏明阳吓了一跳，他屋里怎么会有女人？他猛地翻身坐起。哎呀，疼！哎呦！公子，你受伤了，别乱动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急忙找衣服。公子，玲珑说您最好别穿上衫，要是出汗对伤口不好。这不怕您出汗，屋里还特意放了冰箭呢。小女子叫楚南音，谢谢公子的救命之恩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让我捋一捋啊。我去找我妹妹，路过了一条胡同，然后听见有人呼救，跑过去看到几个蒙面人围着一个女子，我就跟他们打了起来。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。你是那个女子？正是我连累你受了伤。那是谁救了我呀？是我正巧路过，把他们吓跑了。魏玲珑进到房来，他不知道妹妹还有这么大的威力。这时王氏和魏明泽也走进来。终于醒了，没事就好。刚把你抬回家时，可把母亲吓坏了。平时让你读书你不读，练武又不吃苦，如今知道厉害了吧？哎呦，大哥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训我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让我爹收你为徒。啊？你爹很厉害吗？当然啦，我爹可是云岭楚家的家主，厉害着呢。哎呀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其余3人皆是一脸嫌弃。你说定就定了。王氏安排楚南音住在翠微阁，就在魏明阳的卓音院旁边，还派过去2个小丫鬟伺候着。母亲，您看楚姑娘怎么样？魏玲珑窝在王氏房里，一脸坏笑。哦，这姑娘不错，漂亮还很直率，做您儿媳妇儿可还行？啊，你是说让你二哥和楚姑娘？魏玲珑猛地点头。王氏左右思量，楚家是江湖上的武学世家，可江湖复杂得很，这要跟朝廷高官扯上关系，好吗？楚姑娘是挺好，可毕竟她出身不一样，还是慎重一些好啊。魏玲珑琢磨了一下，也是，古代最讲究门当户对，自己太心急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楚南音对魏明阳精心的照顾，搞得王氏这个母亲都无从插手。5天后，魏玲珑如约到楚王府授课，楚成宇把能调来的军医都叫了来，楚问天和军医们一大早就候着了。魏玲珑不做保留，把上辈子所学的那些急救知识倾囊相授，学生们如饥似渴，还问了好些个问题。魏玲珑事先已经说明自己不是学医之人，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读到过一些书籍，知道的肯定知无不言，不知道的问他也不知道。经过1天的培训，学生们都初步掌握了要点，剩下的就是一个字：练。萧长宇牵着魏玲珑到了书房，影一和影二有眼色的躲得远远的。累了吧？萧长宇给魏玲珑理了理鬓发，轻轻拥她入怀。啊，
放开我！不放，龙儿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还有一事，你可以让人去定制些专门的针。我前几天用缝衣针是不得已，云林拐卖女孩的事怎么样了？根据楚姑娘提供的线索，我已经安排人秘密前去调查。我觉得那支线有问题。肖长宇唇角上扬，小丫头聪明得很。这些你就别操心了，有我呢。你二哥怎么样了？他呀，好得很，天天美人给换药，美人陪聊天，饭都多吃一碗，再用不了几天就生龙活虎了。哼，你二哥也许因祸得福呢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两人说着话，魏玲珑想起萧石的事。现在正是盛夏，需要兵的地方很多，不能影响生意。他踌躇了一会儿，决定开口试试，大不了把萧石治兵的方法告诉他。萧成宇看着小丫头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深呼吸。怎么了？王爷，我需要一些硝石，你能找到吗？你要硝石干什么？那个，我有事瞒着你，不过你也没问啊，不能怪我。萧成宇故意板起脸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龙香酒店的东家是我。萧成宇狂喜，龙儿终于肯告诉自己一个秘密。魏玲珑等了半天不见他回应，抬头见萧成宇笑眯眯看着自己，他顿时明白过来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萧成宇拉住他的手，把他拽过来抱到腿上，十分宠溺。是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太坏了，知道了也不问我。那是你的秘密，你想让我知道，自然会告诉我。说说吧，要硝石做什么？用硝石治兵啊。治兵？要不然咱们合作，你提供硝石，分成一人一半。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还是你的。莹儿，去找些硝石来。是。时间不长，莹儿找来了一袋子硝石，魏玲珑又让影一拿来大小2个木盆和1桶水。魏玲珑先在大木盆里放上水，小木盆加满水放在中间，又把硝石放进大木盆里，不断的搅拌。萧成宇背手看着，影一和影儿奇怪，王妃这是想要干什么？随着硝石慢慢溶解，小木盆里的水发生了变化。影一的眼睛越瞪越大，惊呼道：“王爷，你快看，水！”咋呼什么？结冰了！此时水已经结上了一层冰碴，这就是硝石治冰。再等会儿，水就会完全结成冰块。萧成宇把他拽到身边，吩咐影一和影二把盆抬出去，不忘叮嘱一句：“保密。”属下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送些硝石去龙香酒店，交给韩掌柜。是。王爷，谢谢你。萧成宇抱着他，亲了亲他的额头。傻丫头，忘了不要对我说谢了吗？你是我要厮守一生的人，从看你第一眼，我就认定了。记住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护着你。萧成宇的这番话让魏玲珑红了眼眶，他想要告诉他硝石还能制作火药，可话到嘴边又忍住，还是慢慢来吧，怕他一下子知道太多了，承受不住。楚南音在侯府住10几天了，魏明阳缝合伤口的线已经拆掉，伤口也结了痂。楚南音开始没想到，救他的会是侯府的公子和小姐。相处下来，侯府上下对他极好，尤其是魏玲珑，比自己小1岁，每次见了都是姐姐长姐姐短，两人有说不完的话。